分水杆卡住拉不起来，水龙头切化完全失效。问题通常是橡皮老化脱落，卡在里面导致卡死。今天一步一步拆给你看，教你自己动手修好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阿宝频道。我们今天又遇到水龙头的问题了。各位看一下它这个分水杆，根本没办法切换，拉不起来，这个行程好像卡住了。那我们来研究一下，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咯。开始之前先做一下补充，分水杆的设计有的是往上拿出来的，有的是往下拿出来的。我看到大部分的款式都是往下拿出来，怎么分辨是不是从上面拿出来？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帽子拆下来，我们再继续解释。因为它这个设计，拉杆如果是按下去的状态，它是根本没办法旋转的。你如果要旋转帽子，你要拉起来之后才能旋转。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可以转下面的螺丝起子，不要去转帽子。这一个分水杆看起来应该是从下面出来的。如果它是一整组可以从上面出来的话，上面这边这一个孔会很大，应该会差不多像5元的硬币那么大。那你如果看这个孔不是很大的话，一般就是从下面的孔出来。因为这边的孔假如设计小小的，你分水杆下面是一个像螺丝头一样啊，它根本出不来，所以必定是从下面出来。这边拆给各位看一下，我这边把上面这个头拆下来了，你看这个分水杆根本出不来，因为这个洞太小。我这边试着用这个有牙齿的水管钳，想要把下面这一颗头转下来，可是它转不动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用内六角扳手，真的非常的紧。水龙头这种东西很久没拆，它真的会很不好拆。用水管钳咬不住打不开的话，只能这样子了。这根分水杆掉出来，它就是从下面出来的。各位看一下，它这个分水杆掉出来就这样子，地上也没有其他零件。各位看，橡皮都不见了。结果我一摸这个水龙头里面，橡皮居然在里面。它这个地方有弹簧，我试看看能不能把它拿出来。这边有一个弹簧，这个设计跟一般设计又不太一样。橡皮都脱落了，卡在里面。我取出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这个橡皮被我取出来了？它应该就是这个橡皮脱落之后就卡在里面。等于你拉这个杆子，这个橡皮不会动，橡皮就掉落在某个地方，然后导致你根本没办法拉动，它就一直卡在那边。这个橡皮理论上应该要固定在螺丝头上面，它分离了。然后这个杆子上面是不是应该也要有橡皮圈？现在好像也不在了。我在水龙头里面再找看看，好像没看到其他的橡皮圈了，我觉得蛮奇怪的。还是已经掉到这个前面来了，我拆开前面这个滤嘴看看，这里面好像也没有，等一下再来研究看看。没关系，我有买这个橡皮，等一下换上去先试看看。这个旧的橡皮应该老化，虽然是没破裂，但是它应该老化松掉了。它本来应该要卡在这个缝隙里面，它弹性不好，再加上没有润滑油，所以在拉动的时候可能它就脱落了。我这边是有买分水杆专用的橡皮圈，另外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我有买这样子一整盒都是橡皮圈，各种尺寸的橡皮圈。你如果要单独买一个橡皮圈真的很不好买，这一整盒估计就100-200块，那有的时候就是备用一下，但是特殊设计或者特殊规格它这边就不一定有。这个是原本的橡皮圈，这个是我买的橡皮圈，明显比较小，而且厚度比较薄，又小又薄，不知道能不能用。所以我说水龙头这种东西有很多品牌，然后又有不同设计，所以基本上应该会有很多特殊规格，材料真的不太好买，不过可以研究研究，玩一玩看看的。我先用我这个小颗的试试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在刚刚那个大盒子里面找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怎么感觉它这一颗分水杆好像比较粗，比之前我拆的几个水龙头都粗。
我这边没有其他的分水杆可以比较，但是以我的感觉它比较粗。原本旧的装回去是这样，但是它已经松松的，你看一碰它就可以掉出来，而且可能再用几次很有可能会断掉。你看弄几次它就断掉了，完蛋了，被我越修越烂，到时候找不到合适的橡皮，我看都不用洗澡。我勉强把我的橡皮圈塞进去，跟这个出水口这边试一下，感觉应该是可以用。那我们从下面把它穿上去，试试看上面能不能顶得到洞，感觉应该是 OK 的。看起来这个橡皮虽然比较小，但是应该是可以用。我再看了一下它这个设计，这一颗就是这个上面的头。如果各位有兴趣看的话，我之前很多分水杆的影片，每一个影片你都可以打开看一下。通用款的分水杆一般设计是这边会有橡皮圈，可是我一直没找到这边有橡皮圈，但是它这一根杆子上面这里好像又有凹槽，好像是可以给你放橡皮圈的。我把这根分水杆跟这个头试了一下，感觉好像还蛮紧的，所以我在怀疑会不会这个头里面有橡皮圈，但是我用眼睛看又看不到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把它组装起来看一下，顺便测试这个橡皮圈能不能用，然后看看会不会从上面漏水，如果不漏水就 OK。 用新的橡皮圈一定要把它上润滑油，因为它就是没有润滑油，所以你拉来拉去，这个橡皮很容易就松掉。我抹的润滑油跟之前一样，只是我把它分装到小罐子里面，这样子带出去比较方便。那你想要知道是哪一款润滑油，看一下我之前分水杆的影片，很多片子里面都有。这个杆子中间我们也要把它抹上润滑油，下面黑色橡皮这一整圈也都抹上润滑油。这一颗头上面这里也有一个橡皮圈，所以我们锁上去之前这边也上一点润滑油，免得把这个橡皮磨坏。我们现在把上面这一颗头先转上去啊，然后把它锁紧。下面这根杆子它原本是有套一个弹簧，所以我们套上弹簧再把它塞进去，这样子它活动好像就正常了。我们还没有拆之前呢，这个分水杆往上的话，它这个头不会凸出来，它现在就能够活动。然后我们现在把把手转上去，下面这一颗头装上去之前，这个橡皮这边也上一点润滑油。这一颗头转上去的方向就是从下面往上看，然后顺时针转紧，确定要入牙正确，再用内六角扳手把下面这一颗头转紧。刚刚拆下来前面这个起泡器也先把它装回去。它这个开口都比较大，它应该是大流量设计的水龙头。但是我看它这一颗陶瓷芯不是特别大，只是它出水口是大流量设计。但是陶瓷芯没有增大的话，它等于这个进水的地方不大，但是出水很大是没用啊。估计这一颗陶瓷芯应该也是 40mm 的，一般大流量的话它有 47mm， 不过我没有拆，我不确定啊。我只是依照这个大小的感觉，我觉得应该还是40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下。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阿宝抖内一下，请阿宝喝杯饮料，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现在先开水，它现在从前面出来，拉上来，拉上来，它掉下来。它这个要旋转，旋转就会锁定，但是它会有一点从前面露出来。像这样子设计的拉杆，拉起来要旋转才能固定的这种拉杆，这种就是低水压设计的拉杆。假如你家的水压很低，拉起来之后这个杆子会掉下来，老是掉下来的话，你就要换低水压可以使用的，它就会有这种锁定装置。一般的水龙头是没有锁定功能。刚刚测试过了，水是不会从这边冒出来，这边是 OK 的。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橡皮它比较薄，所以当它拉起来的时候，还是有一点点间隙，表示那个橡皮没有很密合。因为我的橡皮比较小块，也比较薄，它这个水还是会有部分从前面流出来。如果我拉紧的话，
前面就没水，有没有？但是我不拉紧它就会漏水，所以表示我们那个橡皮太小块了，厚度不够，这边还有间隙。我们来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解决，看看用2块橡皮或者怎么样试一下。现在我们就再照原样再把它都拆下来。我试着在这个止水橡皮下面再加一个小的 O 型圈，可能没办法拍得很清楚啊，各位大概知道我现在怎么操作就好。我们装上去试试看，测试一下。它还是有一点会漏，我现在手上的橡皮都比较薄，垫了2层，可是还是有一点微微漏水。起码现在没有完蛋，也就是还能洗澡，再来慢慢找看有没有合适的橡皮。所以这边建议朋友，如果你要修水龙头的话，你可以先换一个新的，然后把旧的留下来慢慢研究，然后找材料。如果确定修理好了，你可以先把它留着，等到某一天哪一个水龙头又坏掉的时候，你就把你修好的换上去，然后再把坏掉那个换下来修理。这样就比较不会说万一修不好或者找不到零件，那你可能没办法洗澡了。我现在发现水压可能可以克服这个问题，因为之前我们莲蓬头是没有接管子的。当你接了管子之后，因为莲蓬头出水它的孔比较小，所以水龙头里面的水压就会变得比较大。我们现在装上莲蓬头试一下，开水，现在前面出水嘛，那我现在往上拉，它甚至不会掉下来，因为莲蓬头出水出的比较慢，所以水龙头里面的水压比较大，然后它顶上来刚好把橡皮顶住，你看现在就不会漏水了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往前出水，这样子拉上来，靠着水压自己自动往上顶住那个口，你看 OK 啦，很好。这样子不用去找材料了，就这样子吧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